燕云最大的秘密就藏在秦川太平归处这一侠迹里，他把我之前解析过的剧情全都串起来了。这些故事和角色原来都和游戏的核心秘密金桃有关。接下来我会逐一拆解每个故事和金桃的关联，最后梳理出最完整的金桃脉络。713年至741年间，唐玄宗李隆基自武学典籍中得悟，自创霓裳羽衣曲，却无人能舞乐，于是他创立了梨园，成为梨园之祖。相传他曾得一至宝，得之可得天下，这便是金桃。755年，安史之乱爆发。763年，郭子仪、李光弼等将领平定了叛乱。虽叛乱已平，但唐朝元气大伤，这也成为其由盛转衰的重要转折。随后，一名女子将金桃交给郭子仪的侄子郭昕，让他带回西域。同年，吐蕃趁势入寇，逐步蚕食河西走廊。自此，西域与中央往来艰难，几近隔绝。808年，郭昕率领安西残军在白头城殉国，结束了40余年的坚守，玉门关外再无唐军。此后，唐朝逐渐走向衰落，皇权旁落，藩镇割据，内忧外患不断。820年左右，梨园弟子蓝河为救天下，计划前往河西，寻回当年武威郡王带走的秘宝金桃，于是他假死离开长安。彼时，边关与中原已是进出维艰，未能顺利入关，蓝河彻底抛弃了自己的身份。他化名花草商人许坚，抵达玉门关，以寻胡杨种子为名，实则前往白头城寻找安西君与金桃。沉寂已久的玄泉驿自此迎来一位游侠。蓝河找到了商人康珍珠的遗物，这是多年前安西君抵押给他的东西，传说是个金桃，但蓝河却空手而归。在玉门关的风沙中，蓝河在箫声中踏沙而行，遇见同样临风弄箫的悟不能，二人一见如故，以箫诀切磋。蓝河传授了他骑术消银千浪后，便踏上了前往安西君死地方盘城的路途。这是让我最触动的故事了。当拼接的书房出现在我眼前，我的第一反应是疑惑。当我明白他讲的内容的那一瞬间，泪水夺眶而出。左边是长安为治的张议潮的书房，右边是驻守河西的张怀申的书房。怀申曾与张议潮相约，若河西丰收，便用集金铸6处兴旺之礼送至长安。张议潮则说4处即可，把剩下的集金省下来给百姓铸农具。东赴长安前，张议潮嘱托怀申3件事：其一，诱百姓温饱；其二，护边陲太平；第3件要等前2件完成后才告诉他。前2件怀申都做到了，但第3件直到张议潮逝世，他都不得而知。张议潮的书房里摆着3件4处牛、羊、鸡，这都是河西百姓年年丰收后献的礼。若再丰收1年，就可集齐4处。他把它们摆在最显眼处，只等有人问起，便能骄傲而不厌其烦地讲述它们的来历。张怀申的书房里则放着未送出的第4处集金马。秋收前1月，张议潮的死讯从长安传到河西，这件贺礼便再也没送出去。现在由我们将它送回了原本该去的地方。张怀申猜测，叔父没说的第3件嘱托，必是愿四海承平，永无战争。于是10余年来，他不仅亲自教百姓务农，让百姓能丰衣足食，还教百姓武功自保，帮着守边御寇，始终没懈怠过。但张议潮没来得及说出的第3个嘱托，其实是最后一件嘱托，却是愿你松柏之寿，顺遂到老，迟些再相见于黄泉。接下来我要讲的是大小张将军与金桃的关联。张议潮年轻时别名弄潮儿，某日他拿着2把破刀，和友人蓝河一起想翻越大散关，爬到一半刀破了，他索性把刀插在脚下，不再爬了。他心想，凉州何其大，河西何其辽，就算我一人过去，又能如何？穷其一生，他一定能找到方法，让所有人越过大散关。弄潮儿起身，大步向凉州走去。让所有人都过关吗？
蓝河看着怀中的金桃，又看向前方意气风发的友人，决定将此物托付给他。之后张议潮是否使用过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他在入京为制前，把金桃放进一个上锁的匣子，交给了张怀申，称其为定胜之物。不知为何，张怀申却没找到开锁的钥匙，所以从未使用过。张怀申被多方势力绞杀后，传闻这件宝物落入了曹家人手中。895年至901年间，朱温与李克用得知带着金桃的游侠到了秦川，于是派兵拦截，意图夺宝。朱温的龙武军进城后，听闻游侠曾在这寺庙中落脚，便将寺庙团团围住。士兵逼问不会武功的和尚们游侠的下落，和尚们心软骨头硬，坚决不开口。于是寺里的和尚们被龙武军屠尽。寺中收留的3位江湖人士道士、厨子和野郎中恰好撞见了这一幕，他们出手杀了士兵，为和尚们报了仇。可后续士兵越来越多，3人心知无法突围。如今只有将龙武军骗走，躲在密道里的人才能活命。3人熬过了残忍的刑讯后才开口，胡乱编了一个地点，然后全部自尽。因为只有他们死了，龙武军才会相信他们说的是真的。第2日，龙武军全数往东追去。如今龙武军已离开3日，而游侠仍藏在密道里，未曾离去。或许他只是想趁着夜黑雨大，为这些义士磕个头，然后再继续上路吧。没错，捕快就是那第4人，携带金桃的游侠。我被震惊到了。在此之前，我做过他们那么多剧情分析，却从没想过这3人竟然是挚友。首先，他们确实是同龄人。历史上908年，朱温派亲信毒杀了李作，而游戏二创的剧情中，朱温派孙不器下毒，但喝下毒酒的李作其实是柳青衣假扮，李作则趁机逃亡。此时李作已逃亡10余年，隐姓埋名，遍访各地，寻找社稷长生之法，阴差阳错与银渊中的柳青衣重逢。王钦此时已离开天权，加入后唐军队，凭军功逐步晋升为中级将领。经历了灭国与毒杀之恨的李作认为，应当不破不立，清盘重来，而王钦则主张以柔制刚，不破而破。棋局正映射2人的战略观点。李作主张非加为杀，主动进攻，围杀对方棋子；王钦则主张坐火守卫，被动防守，确保己方棋子存活。李作认为王钦斩草不除根的做法可能会反受其害。至于王钦当时所面临的困境，我们无从猜测。936年，石敬瑭以割让燕云16州为条件，换取契丹出兵支援，灭了后唐，建立了后晋。同年，柳青衣选择走出银渊，自杀谢罪。此时李作与柳青衣已在银渊地底生活了16年。柳青衣的死让李作痛苦万分，他认为这是错误的世道和虚伪江湖人士所逼迫的结果。黑化后的李作下定决心要改变这个世界，实现他与柳青衣当初的梦想，创建一个纯善之国。他继承了孙不器关于长生与孟奎的研究，并于943年在南唐建立绣金楼，打算利用孟奎之术创造一个无私无想的纯善之国。王钦是来劝他的，但李作心意已决。王钦知道直接劝说只会争执，于是通过下棋委婉劝谏。王钦最后说：“世间应成之道，非你我能定。”李作则回应：“血患尽，则道自成。”这次棋局是因为中渡桥一战，王钦前来请求李作帮忙。后晋与契丹已经发展到互结鏖斗的局面。李作认为王钦已无子可用，劝他放弃，但王钦决心以身入局做子，弃子取势。最终在中渡桥上，王钦打开了李作送来的盒子，战死沙场。至此，狮子坟的4个故事讲完了。英雄埋骨处，万千百姓心，太平终将至。我想这便是侠妓太平归处之意吧。最后我们来梳理一下关于金桃的全部脉络。